自从肥丁学会了酿制蜂蜜美酒，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用烈酒泡青梅了。详细的制作方法，宝子可以到我主页搜。老是有人问我用那个品种酿美酒最好。去年我买了8种青梅做蜂蜜美酒，从福建的青竹梅到日本南高梅，每一个品种都藏着独特的风味。到底哪种梅子酸度最高，香气最浓，最适合发酵酿酒呢？我们不仅要品尝，还要从酸度、香气、口感全方位评比，看看哪一种梅子最值得回购。青梅的成熟时间因产地和品种而异，从4到7月都有不同品种陆续成熟。视频有点长，宝子可以先点赞收藏，然后跟我一起来选梅。去年我第一批买的青梅是福建产的，诏安县是福建省最大的青梅产区，尤其是红星农场一带以诏安青梅闻名。小白梅在4月初成熟，果肉淡黄色，汁多微酸且微苦，一剥皮，成熟后带有浓郁的黄梅香气，适合喜欢成熟梅香的酿酒者。采收时间为4月上旬至中旬。青竹梅是源自广东普宁的品种，在70年代被引入栽培。它的果实尖顶型，个头大，表面带有一抹淡红。成熟的时候果皮黄绿色，果肉淡黄色。青竹梅的汁液丰富，口感不苦但微涩。成熟后有浓郁而独特的梅香，风格鲜明，是追求独特风味的理想选择。发酵青梅酒，安利个头大6到7分熟的精选大果。这个熟度口感脆艳，肉质厚实，也适合制作脆梅和梅干。当成熟度达到8分以上，更适合用烈酒来泡。青竹梅的采收时间在4月中下旬。你看最左边的黄梅果实比青竹梅要小，它是青竹梅小果买回后放置2天转黄，所以黄梅的体型比青竹梅稍微小一点。它比青竹梅更快回甘，刺味较少，适合追求柔和风味的酿酒者。诏安胭脂梅果皮带有胭脂红晕，是青梅中的颜值担当，容易剥皮，汁多味酸而芳香，但产量比较少。据说许多胭脂梅不是真正出自诏安，宝子购买时要注意了。它的采收时间在4月中下旬。福建气候温暖湿润，所产的青梅酸度都偏高而香气浓郁，这个季节的温度也很适合新手学习发酵青梅酒。到了4月下旬，我就开始预定南高梅了。南高梅是日本有名的梅子品种，90年代被引入四川、江苏等地栽培。新鲜果实表面有绒毛，口感柔软，皮薄肉厚，质多酸度高，成熟后带有杏桃的香气。我特别喜欢用它发酵青梅酒和醋。它的采收时间在5月到6月。我买的第1箱南高梅非常满意，后来想加单都没货了，真后悔没多订一些。河北宣县是日本最大的梅子产地，也是南高梅的故乡。果实成熟后变黄色，开始变软，香气非常浓郁，带有杏香和甜味。我觉得甜度比四川的南高梅更高一些。买来的时候已经熟了，颜色金黄的，果肉很软，皮薄，特别容易破。摇瓶子的时候要更加温柔了。在发酵时产生的气体非常猛烈，除了价格，在果香和味道方面都非常出色。它在采收时间在6月上旬。6到7月是青梅产季的尾声了，云南海拔高，日照充足，青梅成熟较晚，梅香浓郁，酸而不涩。大理胭脂梅个头小，果实映出汁少。它最大的特色是皮薄且氧化速度非常快，遇到蜂蜜出汁之后很快变成铁锈色。不用担心，它只是氧化，不是变坏。我去年分别做了发酵酒跟青梅糖浆，果香浓郁，口感优雅。青梅露的方法可去我主页搜。青梅酒跟青梅露的分别我在下一集再聊。去年我买盐梅的时候遇到了点小意外，第1箱盐梅在仓库中滞留了14天，到我家的时候坏了一半，后来我又拍了5斤。它的外观跟南高梅有点像，盐梅的绒毛比较薄，酸度高，果皮也容易破，香味比四川南高梅淡一些。
香气很有辨识度，有点像杏，我觉得更接近水蜜桃。坏果容易酿出甲醇，在仓库里待久的盐梅太熟了，不适合发酵，但是有不用浪费了，把坏的拿走，做了黄梅果酱，甜酸可口，果胶丰富，口感跟味道都非常惊艳。盐梅的采收时间在6月中旬至下旬。赵水梅也是晚熟品种，是我去年买的最后一箱青梅了。它的表面没有绒毛，特点是未熟的青果香气浓郁，酸而不涩，香气清新，带有青果的草本香。果实较硬，适合制作蜜饯，口感清脆的脆梅，也适合刚学习发酵酿酒的新手宝子。6到7月份天气都热起来了，成熟后果皮转黄，风味更柔和了，适合制作蜜饯、梅酱和梅醋。我同时买到成熟转黄的赵水梅，虽然转黄了，果肉看起来变得柔软一些，酸中带甜，它没有南高梅那么娇柔。你们听听这声音是挺扎实的，皮也不容易破。赵水青梅和赵水黄梅的采收时间都在6月下旬至7月上旬，如果错过了，就真要等1年了。泡烈酒的话，喜欢酸度平和一点，可以选小白梅、南高梅、岩梅、赵水梅；喜欢酸度浓郁，青竹梅或胭脂梅。但是做发酵酒，我就没太在意青梅的品种。发酵青梅酒的独特香气来自于3个因素：青梅本身的果香、发酵微生物和酒体成熟的时间。其中酿造阶段的发酵香占了绝大部分，这是在酒精生成和乳酸发酵中释放出来的酯类与酚类。发酵酒的香气比烈酒泡的多出20多种，这些芳香只有经过发酵才会产生，可以说是果香的升华。成年人不做选择题，没有绝对标准，这是酿造最有趣的地方。从4月开始折腾到9月，好不容易把8个不同品种的青梅酿制了。我本来想在2025年开罐，今天翻出来一看，我又舍不得又贪心了，想等到3年陈，还是留到2027年吧。约定你们到时一起开封云赏酒，下回见。